在北上广这样的一些大城市，一个身家过亿的男生，他会影响至少200多个女生的择偶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有不少的一些青年才俊或者说超级二代他们从高中到大学就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女生了从18岁的到35岁的，他们至少都谈了不下10个女朋友，短暂交往过的呢，可能都不下几十个。你想家人给他们介绍的，朋友给他们介绍的，在饭局 party 上认识的还有一些没有开启恋爱稍微接触过一下的，可能都不下上百了，对吧？而且还有一些滑过雪的呀，在一起打过牌的呀，然后打过游戏肯定都数不过来，是不是？那这些女生接触过他们之后呢，都会以他们为标准再继续这么去找。但是这些男生最终人家只会娶一个女生所以那些正式交往过的女友还有那些短暂接触过一下的女孩那他们这些人呢，还有很多很多闺蜜这些闺蜜就会觉得我也不比她差呀，她都能找得到，那我干嘛找不到呢？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下一个资产过亿的男生，他至少都会影响200多个女生的择偶观。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咱不多说了1万个资产过亿的家庭应该是有的他们直接就能影响200多万以上女生的择偶观。我说到这儿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太可怕的事儿了。我经常都会遇到一些条件比较差，只是长得好看这样的女生，她们来找我，有没有那种资产过亿的男人我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坦然的会提这样的要求。后来我发现人家是真的接触过这样的资产过亿的人，而且可能人真的交往过，但是呢，这种又基本上结不了婚。大家可能真的不了解人家这样子的男人他们的家庭会最后选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做妻子的那有些女生总是说我在打压你们，但是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因为就算我不说这些，人家最后选的也不是你只不过你自己认为自己有机会而已，明白了吗？